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是要针对 OCR Subtitle 这个程序，对于特别的情况字幕不能够进行自动的位置的识别，语种没有进行很好的探测，或者说探测的结果不对的这些若干的情况，做一些视频的说明，做一些功能的演示。那么 OCR Subtitle 呢，同时支持 iPad、iPhone 和这个 macOS 操作系统。为了操作方便在 iPad 和 iPhone 上的操作我就不录了。其实它们的操作原理、操作过程跟待会儿我们演示的在 macOS 上的是非常类似的。好，下面我们开始。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我把我们的这个头像挪边上来还是太大了这样那第一段呢，我们先看一下原来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有2行字幕，一行是俄文，一行是法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自动识别的时候，一个是位置，还有一个语种，都可能造成错误。同样的，对于您来讲，你提取的是俄文还是法文，那没有必要2个都提，对吧？所以我们做一下基本的演示。首先我选择这个文件选择文件，点这里，怎么还挡住了？往下面一点 ，Open。好，我是开启了自动识别的，还好它位置识别对了但是呢，这样鼠标任意点击一下呢，就可以停止这个5秒的倒计时。我们看到它已经找对了位置我们这个时候不要直接让它扫描，我们点击 Edit。在这个界面里看起来就很专业了，所以呢，90%的人呢其实不会到这个界面来我们先看一下，处理一下它扫描的区域这个界面可以通过双指把这个选择区域放大就更容易选择。我们把下面这个往上调我们把这个法语给它扔掉，不要了，只留上面保存。然后正好我们现在选择的就是这个俄语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设置完模板以后呢，这个模板在哪里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屏幕上向左拖动你看回来了，向左拖动。先点击这个模板，我这个挡的不好，我再拖小一点，让大家看清楚好。把这个模板露出来了点击模板，它又让选择文件。这个时候我们再次选择刚才的这个视频文件，就这样了，点 Open。这时候它就会识别俄文的字幕，也就是我们刚才选定的这个区域俄文的这种字幕这个过程呢，扫描的过程呢，跟您的机器的硬件设备的性能跟您视频的长度、跟视频的分辨率都有关系。不好说到底怎么算快，怎么算慢我们还有必要好吧，我们就到这儿强行停下来吧。我们把这个程序给它强杀了，摁 Open Option。就可以强退强退以后，我们从我这个是用 TestFlight 打开的，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我们把它调到我的这个工作窗口，到这儿来。接下来呢，我们演示一下法文。同样，我们还是这个模板，点左上角的这个叹号就可以进入编辑界面我们首先把语种把它换成法语，然后扫描区域。我们把它放大一点，这样太难弄了把下面的这个往下拖动，稍微大一点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视频很干净，它没有太多的背景干扰。这样，现在好了。同样，我们还是刚才的操作现在就点这个中间这个模板的按钮，点击，还是选中刚才的这个文件其实双击就可以大家看到现在扫描的区域就变成了下面的这个法语部分。
这就是第一个对于双语种视频的采集过程、扫描过程。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特殊的视频，这个视频也非常的特殊。现在我把窗口调开，好。我们先看一眼原视频啊，看视频。这个视频特殊在哪里？发生工伤时，用人就是它的字幕和背景，它的背景上有明显的字，虽然这些字小一些，斜着，但是它这个字对我的这个扫描构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啊，影响了识别的效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这么处理的。首先我们开始。这个拖动过来啊，就是把这个文件，这么往上一拖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好，你会发现我们自动识别的区域是错的，我点一下让它停下来啊。怎么办呢？就不要扫描了，在这个时候直接 edit， 直接编辑模板。同样，我们只要把模板的位置向下调一点。注意啊，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字的上缘给它切了，一旦切掉以后呢，因为扫描到的字不准确，所以后面的这个特别是缺上面，一旦缺上面，它扫描出来的字就无法识别正确啊。保存，确定，别的不用改，因为它的语言识别是对的啊。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不是这次已经有模板了嘛，就不要用自动了，我们把模板露出来啊，双指向左滑动啊，然后把这个文件拖过来。拖到这个模板上面，松手。看，这时候我们扫描的范围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啊，扫描出来的数据的准确度提高了非常多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或者说我们的一种特别的一些情况。当然，这种视频其实很少啊，很少。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嘛看这个质量就蛮高的了蛮高的了。留的这个头呢，主要是为了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跟我沟通，让我清楚你是什么版本的程序给我发过来的，做出来的。那么它会不会有影响？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它的时间轴从0秒到0秒在所有的这个显示的时候，在这个字幕显示的时候，这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好，我们再看一种非常特别的视频字幕。好，我们先看一下原视频，看一下。只是我害怕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而已。它的字幕在这儿，我觉得你肯定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我不能放太久，这个可能有版权所以我只是扫一眼。接下来我们同样的办法把它用自动的方式开始。它终于找到了一块，但是他说不行，你这个字幕太特殊了我们点击这个 Create Template Manually 手动创建。手动创建的时候，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好，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是我们最早的软件的流程。首先我要选语种我们因为选语种确实挺难的。然后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时间点，就是你取哪个背景图作为我们程序的处理的这个方法要选一个肯定是要出来这个位置的，对吧？有这个东西的，最好呢还要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这是我接到的所有反馈里最困难的一个。你看它那个手的那个示意怎么不出来？我们就这是点击是无效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很困难，确实很困难这个可以，但是这个虽然可以，但是那个字幕没有不行，就是既得真正的字幕出来，还得出现一个手势的一个按钮。非常困难，我承认这种情况特别难弄。这个是可以的，你看，
既要出字幕位置，又要出现这个手的动画啊。在这个时候不用 Scan Video， 直接点 Edit Template， 点这儿，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手的指向。终于到这一步了。那这一步呢，我们首先检查它的语种啊是对的，就不用管了。然后它的扫描区域，看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调整，因为它整个识别的位置是不对的。拿下来，拿下来。那么左右位置也是可调的，因为它这干扰太大了。右边位置，好，调过来。那么这个扫描位置呢，你不要说把它抠到这儿是吧？说是抠到这儿，因为它有的时候字幕长，有的时候字幕短是吧？放在一个尽可能宽一点的位置。当然也不是越宽越好，越宽越好有干扰，然后扫描速度变慢啊。哎，这边到这儿，好，可以了，我们保存。注意，这个时候还不行，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下面我们有一个项目叫 Subtitle 是 Center 了，是居中的，这个一定要关了，因为我们刚才手动调整的左右位置呢，很可能让字幕不居中啊，要把它关了。这时候我们可以了。确定，然后我们看看扫描的效果，把它拖动过来，放到这儿，松手，出来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字幕的情况啊。这里呢就检视到这里。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如何处理片头片尾啊，如何跳过片头片尾这个。我拿了一个电视剧的数据作为 demo 啊，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电视剧，一集哈，让它小一点声啊，它有很长的头，也有尾啊，这个主题曲什么之类的。那对于这种视频来讲呢，我们扫描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扫描头尾的字幕了嘛，啊，都无效。然后中间呢，它是有字幕的啊。这种视频怎么处理？我们首先看一下，把它拖进来，它是可以自动的找到字幕位置，并且识别准确的。我们让它停下来这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它扫描的时候呢，是从0分0秒开始，一直到整个视频结尾才结束。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情况直接点编辑。进入编辑界面以后，我们会发现这里新增了一个忽略头，跳过尾。我们把时间要填上，多少分多少秒填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原视频是多少。我记得这个我调试的时候就是2分02秒，看到吗？这个2分02秒啊，到这儿开始了，对吧？2分02秒。再看结尾，结尾呢，哎，这儿已经过了。结尾有点难算哦。到这儿，我们看它总长49分14秒，到这儿是47分52秒，应该有1分半啊，1分半左右。所以我们填一下，这里边2分2秒啊，1分30秒，我们把它跳过，设置上以后，我们再次扫描，走，看到了吗？直接从好像4%几开始就把前面跳过去了。这就是跳过片头片尾的方法。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一系列的视频，它的头尾的时间相同，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节约扫描所需要的时间，也让扫描的结果呢更准确。下面我介绍一种更复杂的视频内容提取的应用。这个应用呢已经超出了 Subtitle 这个范围数据的这个原始呢也比较大，我们把它看一下。他想把这个视频里边的 ID 出现的这个用户 ID 提取出来我们首先把视频拖过来，一样开始。肯定我们不能用自动的字幕识别，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的特殊。
看看能不能，我们可以跳过。啊，出来了，等着它吧。不行，手工创建。这是我以前试验的，重新做啊 ，New Template。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要，其实我们想要的是这儿，这个 ID 这个位置啊 ，ID 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直接就进入编辑啊，点现在这个小手的位置进来。那么它的改动会非常多。第一项就识别的语言，因为 ID 显然是英文嘛，所以我们要用英语的模式来识别。第二项呢，我们要把它的扫描频度从每秒钟5次提高到每秒钟30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啊。然后我们看下面 Scan Area 调整，我们先把它拉下来，然后放大、细调啊。ID 右边也把它拖过来，哟，没动好，重新来，一定要照准啊，这个地方差不多了，保存，保存完以后后边还有设置啊，首先要把居中检查关了，然后呢，这个最少帧数啊，我测试过，它这个用8帧比较合适。8帧，8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连续出现8次，因为刚才我已经改了，1秒钟我要提取30次啊，这个数据，那么要连续出现8次，我才认为是正确的 ID 值。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它的视频会，这个 ID 并不是固定在那里不动的，它会上下动啊。那下一个项目呢，就是输出格式，就不要输出 SRT 的这种带时间轴的了，我们把它换成输出纯文本格式啊，这样，好。然后我们就是直接选吧，那直接选还挺麻烦，算了，还是拖动过来，在这儿，这儿，好，松手。好，我们会看到数据已经被提取出来了，啊，虽然有一些干扰，看到那些干扰，因为它的视频在上下动啊，它会有干扰。但是这个干扰呢不要紧，刚才我们设置了必须有8次相同才会保留啊，所以这个影响不大啊。这个你看刚才那个，因为它上面那个人名啊也产生了干扰。这种方法不但适合在现在的这个截图的游戏截屏里面，它可能在其他的视频里面啊，其他的游戏里面也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是可以用的。这种应用很少，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典型的应用，只是在这里面做一个介绍。时间有点长，我把程序杀掉，然后直接看我们以前的那个测试结果。看我们前面的我测试的这个结果，它的测试结果有一点点特殊啊，这儿。就是像这种播放啊，直接就拒绝了，因为它存的是TXT 格式，就是这样的啊 TXT 格式。这个时候就是他想要的这一坨啊 ID 的数据，你都给它保留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后一个特殊的应用。感谢您对 OCR Subtitle 软件的关注和使用。如果有任何使用中的疑问呢，请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或者访问我的个人网站，找到我更多的联系方法。谢谢。